如果有人趁你上厕所的时候偷了你的包，而且他还敢当着你的面背你包下车，你会怎么做？最离谱的是，这小偷还真入戏了，觉得这包就是他的。下一秒，包主人直接霸王硬上弓，来嘛，碰一碰吧，都住米花，老子也不是啥良民，两横一竖就是干。突然，这包受到惊吓，当场自杀，而小偷没了背带支撑，瞬间向后摔去。没想到啊，他身后压根不是墙，而是窗帘，他直接从2楼车站掉了下去，摔折叠了。疼吗？没说就是不疼。车站负责人喜提10年大牢套餐。突然，柯南瞟了一眼死者的手，不对，这起案子有可能是意外，但这起案子是意外有点不太可能。这会儿离谱的事发生了，在站务员口中，这个小偷的人品相当好，之前有好多次都是他把乘客遗失的包还回了车站，而警方一查，他还真是个大良民。他下车前还特地问了几遍这包是哪个杂种的，没人说话我可就不给了哦。怪不得他当时拼了命抢包，原来是他内心的正义感驱使他要把包交给警犬叔叔们。但咱讲话呢，生在米花还敢有正义感，那真是不出3月尸体都臭了。要我说呀，这事就算了，你看死者也没说啥，他应该也觉得是个意外。一听这话，柯南不乐意了，他深知自己就是个沾边烂，来都来了，怎么可能发挥失常，只是个意外呢？今天必须找个人让他老有所养，老有所依。果然，这会儿包主在检查自己包里的钱包时，发现自己的钱和发票都没了。ポケットにでも入れたんじゃないですか？確かに財布に入れたんです。这会儿警犬们赶忙闻着味儿去站台找钱，但没想到最后竟然在死者身上翻了出来。果然啊，米花无良民。原来之前也发生过他还包后包里的钱被他拿走的事儿，因为失主很难想象偷钱的人还会把包送回来，所以并没有人对他产生怀疑。现在看来啊，这死者是个盗窃惯犯，先把钱偷走，再装成好人去还包，疯狂卡米花市民的 bug。而他刚才死活不还包，应该也是害怕偷钱被发现，过上可遇不可求的崭新生活。OK， 结案下班，机子开好了吗？包主赶紧检查一下包里的其他东西，写个笔录，别耽误我们去上网。突然柯南发现这个人前后用了2个不一样的手机，瞬间柯南脑袋轰的炸开。下一秒他赶忙来到了站台，果然这个坠楼点不太对劲。柯南懂了，上脖子，瞬间众老坛齐聚一堂。任何时间任何地点，超级侦探认真办案。哥哥们，现在情况紧急，让我们把包的主人给杀了吧，他就是这案子的凶手。刚才这小犊子说他是在车上跳下来抓小偷的，但我们眼脸看到的却是他在收获机那跳出来的。这说明啥？这说明他在豁老子呀！其实他早就知道死者平时手脚不干净，所以他才故意藏在收获机那儿，等他把钱拿出来后再真实他。这也是他在钱里夹发票的原因。这样的话就能确定这贼偷的是他的钱。等会儿他为啥就能确定自己的包一定会被偷呢？很简单，你有没有发现他有2个电话？我想他是在厕所里打给的那个放在包里的电话，因为很久没人接，所以死者就上钩了。果然在米花钓鱼线都是用来杀人的，真钓鱼还得是用手机。在死者上钩后，他就直接演了那么一出戏，从2楼把他推下去，给他摔折叠。他提前在包的背带上做了手脚，然后把2楼防跌落的围栏弄坏，这样所有准备工作做好，就算阎王来了也得拄着拐杖回去。这会儿警方一查，他的包上还真有割痕，但毕竟啊这是人家的包，他往里装泔水，警方也管不着呀。这告你不要乱讲话啊！我告你诽谤，你知道吗？我告你诽谤啊！你快往后稍稍吧，你这种上流人士口袋里肯定有个圆珠笔吧？当时你俩干仗的时候，你个渣男是不是拿着圆珠笔在拼命的扎他？我的圆珠笔很大，你要忍一下。死者当时都吓尿了，所以他就掉下去了。他手上还有你用圆珠笔扎他的痕迹哦。这会儿包主绷不住了，掏出了大圆珠笔，啐下认罪了。咱讲话的，这脑瘫手法也就这样了。我唯一好奇的只有动机。在半年前，这王八蛋闯红绿灯把我对象给撞死了。因为罪恶都市米花厅向来没有摄像头，所以他就跟你们警方说是我对象到处乱跑才被撞的。一听这话，你们也忙着下班把他给放了啊！可惜了我对象手里的面包啊！可惜了我对象这条生命啊！我一定要杀了他。OK， 我本以为动机也会跟盗窃有关，看来当时编剧也是急着下班去网吧包宿，懒得编了。いくらラーメン屋さんが閉まってたからってわざわざ何もカップラーメン食べることないんじゃない？いいじゃねえか別に。やっぱ俺にはこれだよな。